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枯江重郎先生所著的《寿命的90%由尿决定》这本书。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呢？每晚都至少要起床一次去排尿，或者白天上厕所的次数超过8次，前者称为夜间尿频，而后者则被称为尿频。频繁排尿与多种生活方式相关的健康问题密切相关，例如膀胱失去弹性可能会导致尿频，因为当膀胱无法灵活地伸缩时，就无法有效地储存尿液。值得一提的是，膀胱的弹性与血管的健康状况紧密相连。随着年龄的增长，动脉硬化会加剧，膀胱的血流量也会减少，这使得膀胱变得更加僵硬。动脉硬化或血流受阻的情况不仅仅发生在膀胱，它可能是全身血管硬化的一个信号。因此，关注自己的排尿习惯，不仅有助于了解我们自身的健康状况，还能帮助我们识别身体衰老的迹象。可以说，尿液是我们身体自带的健康检测工具。希望大家观看今天的视频，并以此为契机检查一下自己的健康状态。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自我检测理想的尿液；第二，通过尿液识别疾病；第三，如何通过尿活来度过100年人生。首先是第一部分，自我检测理想的尿液。我将介绍一些简单易懂的尿液异常检测方法，帮助大家自我检查理想的尿液状态。我们将从排尿时间、次数以及夜间尿频这3个方面来评估您的健康状况。首先是排尿时间，大家知道正常的排尿时间应该是多少吗？这个答案是21秒。这个数字可能会让你感到惊讶，因为不仅人类如此，狮子、大象、狗等不同体型和饮食习惯的动物，排尿时间也大约是21秒。研究发现，体重在3公斤以上的哺乳动物，其尿道直径与长度的比例约为1:18，因此它们的排尿时间几乎相同。尽管心跳频率、寿命和耗氧量因物种不同而异，但排尿时间却保持一致，约为21秒。这一有趣的发现让该研究在2015年获得了搞笑诺贝尔奖物理学奖。然而，这不仅仅是有趣的冷知识，排尿时间实际上是尿液年龄的重要指标。随着年龄的增长，膀胱肌肉的力量会逐渐减弱，加上男性可能出现前列腺肥大等因素，排尿的时间通常会变长。作者枯江先生和旭川医科大学的松本诚史教授的研究团队对21至94岁的人进行了调查，证实生育年龄内的排尿时间平均为21秒左右。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排尿时间确实存在着变长的趋势。这种现象仅在人类身上存在，因为动物通常不会在生育期后继续保持很长的寿命。如果您的排尿时间超过了21秒，并且出现尿流断断续续的情况，这可能意味着您的尿液年龄正在增加。这不仅是排尿困难的问题，还可能反映出膀胱、肾脏以及整体健康状况的变化。也就是说，这可能是全身健康开始衰退的信号。请大家务必尝试测量一下自己的排尿时间，这可能会让您发现一些潜在的身体不适，从而及时采取应对的措施。接下来是排尿次数，如前所述，如果您每天排尿超过8次，这就属于尿频现象。在正常情况下，排尿次数应为每天5到7次，因此建议您记住这个范围。如果排尿次数过少，可能意味着膀胱的活动性降低，这同样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甚至可能比尿频更为严重。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您在白天或夜晚都频繁感到强烈的尿意，可能是膀胱过度活动症的表现。这种急迫感可能会导致您减少外出，影响日常生活的质量。膀胱过度活动症的主要原因包括膀胱血流减少、神经损伤以及膀胱肌肉僵硬，导致膀胱失去了弹性，无法储存足够的尿液，且轻微刺激就会引发膀胱的收缩，造成无法忍受的尿意。膀胱过度活动症的原因有：一、活性氧。活性氧是体内代谢食物和生成能量时产生的副产品，
尽管人体有机制来处理活性氧，但当体内产生过多或处理能力下降时，这种有害物质就会积累，导致氧化应激，使得体内各组织逐渐生锈，这会影响膀胱的弹性，导致其无法有效储存尿液，频繁产生尿意。二、一氧化氮的减少。膀胱内的一氧化氮是帮助膀胱及其出口肌肉保持柔韧性的气体。然而，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和动脉硬化等生活习惯病的人，体内一氧化氮的生成会减少，导致膀胱逐渐失去柔软性，储尿量减少，排尿的次数增加。这不仅会在白天引发频繁的尿意，夜晚也可能因尿意而惊醒。此外，一氧化氮不足还会使膀胱出口肌肉变得僵硬，造成排尿不尽，形成频繁上厕所的恶性循环。由此可见，尿频症状可能是生活习惯病的早期信号，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三、男性激素的下降。膀胱的柔韧性与血流量及一氧化氮密切相关。实际上，男性激素睾酮也对膀胱肌肉的柔软性起着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或压力的增加，男性体内的睾酮分泌可能会减少，这可能导致体重增加、工作意愿下降、性欲减退、抑郁症状、全身乏力、潮热和出汗，甚至出现尿频的情况。此外，尿频与体型也密切相关。在通常情况下，体重较重的人更容易出现尿频，这主要是因为过量进食会增加体内的活性氧，导致血流减少、活性氧增加以及男性荷尔蒙的减少，而这三点都是引发尿频和膀胱过度活动症的原因。接下来，让我们讨论一下低活动膀胱。顾名思义，低活动膀胱是指膀胱肌肉力量减弱，导致尿液排出不完全的症状。如果这一情况持续恶化，膀胱的排尿功能可能会丧失，最终只能作为一个储存尿液的囊。长期储存尿液容易导致细菌的感染，可能引发发热、结石，甚至导致肾功能的下降。目前，低活动膀胱的治疗方法主要是通过插入导管来强制排尿。低活动膀胱通常是由膀胱过度活动症或前列腺肥大引起的。膀胱的血液供应减少和氧化压力增大被认为是导致低活动膀胱的原因。在前列腺肥大症中，严重的肥大程度也会导致膀胱的功能下降。实际拍摄的低活动膀胱的 X 光片显示，膀胱肌肉出现类似霜降的花纹，这表明肌肉撕裂，缝隙中填满了脂肪，类似拉伸过度的橡皮筋。一旦达到这种程度，膀胱在满溢时难以产生快要溢出的知觉，排尿收缩力会显著下降，导致排尿的间隔时间变长。因此，如果膀胱过度活动症的症状有所缓解，不应误以为是好事。即使膀胱的排尿功能下降，血液依然会流向肾脏，并不断生成尿液。但由于膀胱无法完全储存这些尿液，肾脏可能因此而膨胀，出现肾积水的现象，最终引发肾功能的下降。如果低活动膀胱进一步发展为慢性肾病，可能就需要透析治疗。因此，低活动膀胱是一个潜在的危险疾病。养成记录排尿次数并保持在正常范围内的习惯非常重要，有助于我们预防各种潜在的健康问题。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个比日间尿频更为严重的问题——夜间尿频。夜间尿频不仅受到年龄和其他尿频因素的影响，还可能由多种因素单独或相互作用而引发。以下是导致夜间尿频的4个主要原因。原因一：尿量过多。如果白天的尿量过多，单靠白天频繁上厕所也无法完全排出尿液，从而可能导致夜间需要上厕所。多尿的主要原因通常是水分摄入过多。此外，糖尿病也可能导致多尿，这一点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糖尿病会导致血糖的升高，增加血液的渗透压，从而将细胞内的水分吸入到血液中，造成尿量的增加。结果是体内水分不足，增加口渴感，因此形成因大量饮水而频繁上厕所的恶性循环。如果夜间因口渴而醒来喝水，
可能是重度糖尿病的征兆，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原因2：尿液浓度不足。在正常情况下，夜间的尿量应该少于白天，因为在睡眠期间，体内会分泌一种称为抗利尿激素 （ADH） 的激素，尿液的90%是水分。抗利尿激素能够增加肾脏对水分的再吸收，从而在睡眠期间减少膀胱中的尿液积累。换句话说，这种激素有助于浓缩尿液，使得夜间不易产生大量的尿液，膀胱不易充满，也就不需要频繁起夜。如果抗利尿激素的合成或作用出现了问题，就可能导致尿崩症。此时，膀胱会像白天一样频繁充满尿液，从而导致夜间因尿意而醒来。原因3：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许多人可能对这一现象有所了解。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是指在睡眠过程中，呼吸暂时中断。患有这一症状的人通常带有打鼾或白天嗜睡。如果30至40岁的人在夜间频繁上厕所，建议检查一下是否患有这种疾病。该症状可能导致大脑交感神经兴奋和一氧化氮的减少，从而使膀胱变得僵硬。原因4：前列腺肥大症。对于男性而言，前列腺肥大也可能是夜间尿频的一个原因。前列腺肥大可能使膀胱对交感神经刺激更加敏感，导致急迫性尿意。如果情况更为严重，前列腺癌也可能引起夜间尿频。因此，夜间尿频可能是身体发出健康问题警告的信号。一项在瑞典进行的研究发现，长期观察老年人群体，夜间起夜3次以上的人，其死亡率是夜间起夜2次以下人的2倍。这并不意味着夜间尿频会直接导致寿命的缩短，而是可能提示存在某些影响寿命的疾病。夜间尿频是这些疾病的症状之一，因此夜间尿频可能是某些潜在危及生命疾病的信号。我们不能仅仅将其视为晚上起床上厕所，而应认真思考自己是否存在上述的健康问题。接下来是第2部分，通过尿液识别疾病。我们将讨论如何通过日常生活中尿液的外观等简单检查来识别一些疾病，而非那些需要专业检查才能发现的问题。以下是5个主要的检查要点。要点1：尿液的颜色。尿液的颜色是一个重要的健康指标。在正常情况下，尿液应该呈透明的淡黄色，其颜色深浅主要与水分的浓度有关。如前所述，夜间由于抗利尿激素的影响，尿液水分的浓度较高，因此早晨的尿液颜色较深。如果白天水分摄入不足，尿液也可能会显得浓一些，这通常表明水分摄入的不足，没什么大问题。然而，尿液颜色的变化，尤其是血尿，则需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血尿可能呈鲜红或粉红色，甚至呈现褐色。若尿液出现茶色或红色，明显与脓尿不同，这种情况我们应立即关注，尤其是老年人。如果突然出现明显的血尿，需优先考虑膀胱癌的可能性。如果在排尿后发现尿液带血，建议毫不犹豫地去医院就诊。要点2：尿液的泡沫。尿液中的泡沫也能反映健康状况。在正常情况下，排尿时产生泡沫是常见的现象，但如果泡沫数量增多且长时间不消失，则需要就医检查。这可能是尿液中含有蛋白质或糖分的迹象，建议进行尿检以确定其具体原因。要点3：尿液的浑浊。健康的尿液即使颜色深，也应保持透明。如果尿液出现浑浊，可能是盐类结晶或脓液的混入。盐类结晶通常不需过于担心，但有时可能暗示尿路结石、蓄尿或神经性膀胱的问题。若尿液因脓液浑浊，则可能意味着肾盂肾炎，女性可能是膀胱炎，而男性则可能是前列腺炎或尿道炎。尿道炎是一种由淋病或衣原体等性传播感染引起的疾病，可能会传染给性伴侣，特别是男性传染给女性时，细菌可能深入体内，导致输卵管炎、盆腔炎甚至不育，因此需及时治疗。
尿液中有白色浮物的情况，女性通常是生理现象，但男性则需特别关注，可能与前列腺或尿道炎有关。尿液浑浊常伴随排尿疼痛、腰痛、背痛、发热及尿频等症状。此外，接受前列腺肥大症手术或药物治疗的男性也可能出现尿液浑浊情况。不过，由于尿液浑浊可能表明感染风险，如有此类担忧，建议尽快就医。要点4：尿液的气味。尿液的气味也是一个重要的健康指标。在正常情况下，尿液的气味主要是氨的味道，但也会受到饮食的影响。例如，前一天饮酒过量，可能会发现尿液的气味较强，这实际上是酒精分解过程中产生的醛类物质的气味。但在某些情况下，子宫肌瘤、膀胱癌或子宫癌手术后，膀胱与大肠可能会粘连，导致尿液散发出臭味，这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症状。总体而言，尿液气味的变化通常与药物或饮食相关，通常不需过于紧张。不过，如果出现明显不同于平常的臭味，可能暗示身体出现了异常。此外，尿液散发甜味可能是糖尿病加重的迹象。尿液的气味通常是主观的，如果伴随浑浊等其他症状，建议去泌尿科检查。要点5：排尿时的疼痛。最后，排尿时的疼痛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症状。如果在排尿时感到刺痛，且尿液浓度较高，这可能是感染的信号。女性通常是膀胱炎，男性则更可能是尿道炎。正如之前提到的，这些感染症状通常伴随尿液的浑浊，因此建议检查是否伴有浑浊和疼痛。以上5点是身体发出的信号，能够帮助我们及时发现异常情况。然而，请注意，不要因为过度担忧而影响身体健康。如果感觉到与平常有所不同，可以通过查看相关的视频或书籍来进行自我检查。最后是第3部分，如何通过尿活来度过100年人生。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探讨如何通过尿活来预防和缓解尿路问题，从而享受更长久的健康生活。虽然长活这个词或许对许多人并不陌生，但尿活则是一个相对新颖的概念。接下来，我将带您深入了解这一领域的奥秘。尿活的关键在于锻炼和饮食2方面。首先，我们来看看锻炼。尿路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膀胱肌肉的弹性减弱或衰退。通过有意识的锻炼，衰弱的肌肉是可以部分恢复的，因而锻炼显得尤为重要。虽然我们无法直接锻炼膀胱肌肉，但可以通过锻炼下腹部来间接增强其功能，从而改善排尿的效果。我将介绍2种锻炼的方式。首先是肛门锻炼。您可以在坐着时进行肛门锻炼，例如，在看电视或浏览视频时，试着收紧肛门约5秒钟，然后放松。这个动作可以重复大约10次。由于膀胱位于身体背部，接近于臀部，通过肛门锻炼可以促进膀胱的血液循环，帮助恢复其弹性。接下来是尿道锻炼。尿道锻炼是指在排尿时稍微忍耐3到5秒。尽管忍耐上厕所可能会导致膀胱炎，但在进入厕所后稍作等待的方式是一种有效的尿活方法。即便只有几秒钟的忍耐，也能使膀胱肌肉得到拉伸，有助于更完全的排空尿液。这种简单的训练足以预防或减轻尿路的问题。此外，锻炼下肢的最大肌肉群、大腿肌肉和核心肌肉，也能促进男性激素睾酮的分泌。这对保持膀胱的弹性至关重要。通过深蹲、步行等下半身锻炼，您可以有效增强这些肌肉。根据日本旭川医科大学的研究显示，参与全身运动的老年人，在经历运动课程后，前列腺肥大、膀胱过度活跃导致的残尿感、尿频、夜间排尿及尿急感均显著减少，参与者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提升。因此，加入各种健康的运动是十分必要的。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增加锻炼的机会。接下来，让我们谈谈饮食。尿活饮食的关键在于补充精氨酸和瓜氨酸，
这两种物质有助于一氧化氮的生成。一氧化氮不仅能维持血管的柔软和弹性，还与膀胱的健康密切相关。您可以搜索富含精氨酸和瓜氨酸的食物，并将其纳入日常饮食中。像苦瓜炒蛋这样的菜肴尤为推荐。保持膀胱和血管的灵活性，还需保护身体免受氧化的损伤。这需要您控制盐分和糖分的摄入，避免暴饮暴食，同时确保摄入足够的抗氧化食品。推荐的抗氧化食品包括鳗鱼、鸡肉、金枪鱼和姜黄，这些食材是天然的抗氧化剂。鳗鱼、鸡肉和金枪鱼中的基肽具备强大的抗氧化能力。研究表明，它们还能够有效抑制糖化中产物 AGEs。姜黄作为知名香料，其有效成分姜黄素在中医和阿育吠陀医学中早已被广泛应用，展现出显著的抗氧化和抗炎特性。建议将其作为调味料添加到日常饮食中去。抗氧化食品对延缓衰老和促进尿活有显著的效果，因此希望大家能够有意识地摄入。不过，过量摄入抗氧化物可能会对身体产生负面影响。有研究指出，抗氧化物可能会抑制细胞的自噬。总之，适量摄入至关重要。过度限制饮食或糖分的摄入，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我们的身体具备调节血液酸碱平衡的能力，若 pH 平衡遭到破坏，将有可能引发健康问题。肾脏需要在摄入更多酸性食物时加倍努力，这可能会导致肾功能下降和骨骼的脆弱，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此外，糖分限制本身也有不良的影响。男性激素睾酮的分泌依赖于适量的糖分，过度限制糖分会导致睾酮的不足，进而引发尿频等尿路问题。研究显示，棕色碳水化合物等低升糖食物对延长寿命有着积极的影响。对于正在进行严格糖分限制或以肉食为主的人，建议重新审视自己的饮食习惯。最后，我想通知大家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学识 Plus。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